有个 AA 制总裁老公是什么体验？谈恋爱时，我买电影票，他买爆米花；结婚时，我布置酒席，他找司仪；生孩子时，我出钱，他出基因。现在他爸生病了，还在喊我出钱，拿我当冤大头，我也不是好惹的。离婚后，我继承一笔遗产，这个数目足够让他们后悔一辈子。然而事情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你真的是我见过的最不要脸的男人，我怒火冲天地扔下刀叉，瞪大眼睛看着他。婚前婚后你都是这个态度，一直要我和你一致，连孩子出生的费用都不肯出，你当我是什么？他看似有些尴尬，但眼中的怒火同样未减。我已经为这家除了基因，你还想怎样？我差点没被他的话逗笑。基因？这也算付出？你知道我怀孕期间有多辛苦吗？他翻了个白眼。你难道想说，那些孕期慰问品和孩子的出生费用我一分没出吗？我气得都开始全身发抖了。对，就是这么回事，连个纸尿裤都舍不得买。这时，他手机铃声响起，他随手接起。我能听到另一头的急促话语，然后他挂断电话，一脸沉重地看着我说：“我爸出车祸了，要100万手术费。”我正准备安慰他几句，没想到他下一句话就是：“你能先垫上这笔钱吗？”我盯着他，深吸了口气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他火冒三丈，这是我父亲，你难道就不能出这点钱吗？我几乎想嘲笑他，你做梦吧！这时，角落里的婆婆走了过来，脸色铁青地指责我：“你就这点教养！”我气得差点站起身来，她却愤怒地敲了一下桌子，和婆婆去医院，留我一个人在这昏暗的餐厅。周云锦和婆婆走后，我慢慢走到餐桌前，用布抹去上面的饭菜残渍。餐桌上的盘子、碟子都是我自己一点点摆放的，如今只留下我一个人来收拾。这画面似乎是我与他的婚姻的写照。那时我们都还年轻，刚刚开始约会，他还只是个小白领。他喊我出来吃饭，结果却是我买单，他却只买了一杯普通的奶茶。这不是很公平吧？我试图开玩笑。他哈哈笑了，看，我都请你喝奶茶了，而且我不是很喜欢物质的女孩，我们应该……说着，把那杯奶茶递到我面前。就是一顿饭等于奶茶。婚礼的筹备可以说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。我找婚庆，对接酒店，确定酒席，他却只是呼来了一个远房的亲戚当司仪，言语里都是我听不懂的方言。婚礼那天，那位司仪的方言真的让我哭笑不得。这是谁？我嘀咕，看着那位把我名字都念错的亲戚。后面他的事业越做越大，成为了集团公司总裁，可这些毛病依然改不掉。而我为这个家默默付出，几乎把自己的一切都献上。可当我生孩子时，他却一分钱不愿意出。反观他的父亲出车祸，他却想让我出钱。我似乎在他心中只是一个自动取款机。每当他遇到麻烦，他总是会毫不犹豫地找到我，理直气壮地要求我帮忙。每次他这样做，我心中的怨气就像是一个气球，被不断地吹气，越来越大，直到有一天它会爆炸。医院的走廊中，白色的灯光铺得特别亮，每个人都忙忙碌碌，一切显得那么冷漠和疏离。我走进公共的病房，蓝白的色调更加强了这种感觉。你想喝水吗？我小心翼翼地向躺在床上的公公询问。他点点头，我便端起杯子，轻轻地给他喂水。你那样喂，会呛到他的，婆婆冷冷地说。
我低下头，不敢反驳。每当我为公公换药，或是给他喂食，他总是有话要说，总是找我的茬。我忍了一次又一次，告诉自己要为了家庭坚持下去。但在更衣室，当婆婆又开始讽刺我不懂得如何照顾人时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吗？你知道我每天都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几乎是在呐喊，泪水打湿了我的眼眶。婆婆看着我，那种得意和轻蔑几乎要让我崩溃。你就是这样，什么都不懂，只知道哭，她冷冷地说。我不再说话，只是转身离开。走出病房，我遇到了周云锦。她站在那里，我们的目光相遇。本应有无数的话要说，但此刻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我们只是冷冷的对视，然后默默地走过彼此。有次，我悄悄地躲在门后，偷听周云锦和婆婆的对话。婆婆的语气中充满了怨气。她说：“这个女人就是个摇钱树，你要懂得好好利用。”放心吧，妈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周云锦自信回道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只不过是个工具，只是我一直没发现而已。我走进那家熟悉的电影院，那里充满了我和周云锦过去的记忆。站在售票处，我看了一眼放映列表，选择了一部喜剧电影，手里紧握着电影票。我笑了笑。每次我们来，周云锦总是执意要买爆米花，而我则负责买电影票。他那时候会挤眉弄眼地说：“怎么可以让你一个人承担吗？”当时的我居然觉得好浪漫。放映厅的灯光昏暗，我小心翼翼地走到我们的专属位置，角落的双人座。影片滚动，笑声此起彼伏，屏幕上的人物欢乐，而我的脑海中全是周云锦的脸，那些逝去的甜蜜瞬间。光影消散，人群熙熙攘攘地离去，我却坐在那儿一动不动。下意识地触摸眼角，湿漉漉的，原来是泪。离开时，夜风轻轻吹过我的脸颊，那熟悉的失落感再次爬上心头。我深吸了口气，明白了，有些回忆该忘了。病房里的气氛沉闷，令人窒息。我抬起头，看见床单上一大片湿漉漉的污渍，公公显得有些尴尬地坐在床边，目光游移。你就是个没用的东西，连照顾一个老人都做不到。婆婆的声音如同寒冬中的刺骨北风，冰冷而锐利。我叹了口气，尽量让自己平静。妈，我只是一会儿出去办点事情，没想到。你就知道给我找借口。婆婆打断了我，声音刺耳。我儿子怎么找了你这种女人？我一直忍耐，但这一刻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我每天任劳任怨地照顾你们一家人，你们有看见吗？一句好话，一句谢谢都没有。婆婆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。你嫁过来，不就是应该这么做的吗？我突然觉得自己心力交瘁，我不是你们家的佣人。这时，周云锦推门进来，看到了眼前的情景。她不管我和婆婆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走过来指着我说：“谁给你的勇气跟我妈吵架？赶紧道歉。”我抽泣着说：“我受够了，真的受够了，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。”周云锦的脸色一变：“你想干嘛？”我定定地看着他：“我要离婚。”在我和周云锦聊起结婚的事宜时，他眼神坚决地看着我，语气里竟透露出一种上位者的态度，说道：“你买房子。”然后又像是在施舍什么似的补充：“装修，我可以分担一半。你知道的，我现在打算辞职出来创业，每笔钱都得花在刀刃上，到时候我创业成功，还不都是我们两个的？”我顿时有些愕然，不禁想，这算哪门子的提议？明明可以看出，他这是想在未来的家庭里占上风。
我自然是没答应，但这个房子的事情成了我们的不解之缘，争论了好几天。终于，他似乎有了一个妥协的提议，那就住我爸妈那套城里的房子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悄悄观察我的表情。我父母都在外地，他们不会住这儿的，你放心。那时我还真信了他，毕竟结婚也需要讲究和平共处。但真正的噩梦，在我踏入那所房子的第一天就开始了。推开房门，他的父母坐在沙发上，仿佛是早就知道我们会回来。我的心跳猛地加速，但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尴尬和惊讶。你不是说我当时是怕你拒绝？他打断了我的话，笑得很得意。现在我们都结婚了，这都是家里的事情了。我真的是气到想立刻冲出那个门，但深呼吸后还是咬牙忍住了。随后的日子真是比我想象的还要难过。我们被安排住在一个只能说是勉强可以躺2个人的小卧室里，而且婆婆几乎每天都有事情要我做，洗衣、做饭、扫地，她总觉得什么都不如她自己做得好，不停地抱怨和指责，仿佛我是她家的佣人。每天我都感到窒息，但为了这段婚姻，我忍了。现在我只感到解脱，新家的感觉真是太好了。我站在客厅中央，环顾四周，手上的小伤疤都在证明我的辛劳。拉开窗帘，阳光穿过玻璃洒在地上，温暖而有力。每次呼吸都带有一种新鲜感，那种从未有过的清新与自由，完全不同于老家那种阴冷的氛围。坐在沙发上，正准备休息下，我打开手机，竟看到周云锦和婆婆在朋友圈发的消息。他们竟然公羞辱我，说我如何不是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上网撕，我不屑地嘀咕。然后我看见朋友圈里一些亲戚和朋友也开始议论纷声，有的还私信我，带着3分好奇，7分八卦。我冷笑一声，选择了全部忽略。真是没完没了。我摁掉手机屏幕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决定不让这些乌鸦嘴的人影响我的好心情。早上，阳光从窗帘的缝隙中溜进来，与我的脸颊产生了微妙的接触。然而，那一刹的宁静被一阵激烈的门铃声打破。有些不悦，我瞪大了眼睛，懒洋洋地走到门口。一个快递小哥正不耐烦地敲着门。你好，这是您的信，他说。当我看到信上的律师事务所的名称时，整个人愣住了。该不会是周云锦又搞出什么幺蛾子吧？信封透出一种正式感，我好奇地拆开看。看着那让人震惊的内容，我的大脑几乎停滞。大爷去世了，并且我是他的继承人。这是在开玩笑吗？我把信紧紧捏在手中，心跳得很快。生日对许多孩子来说都意味着礼物、蛋糕和欢笑，但对我，它却是一道深深的伤痕，刻在心里，每年都会被重新提及。那一年，我期待着爸妈为我过生日。小曼，明天妈妈和爸爸回来给你过生日，好不好？妈妈在电话里甜甜地告诉我。好啊，我等着你们回来。我欣喜地回应。阳光照射进窗户，我焦急地看了看时钟，时间一点点过去。他们到底怎么还不来？突然，大门被轻轻地推开，但走进来的并不是我爸妈，而是大爷。他微笑着递给我一个大大的礼物盒，并安慰地说：“小曼，生日快乐。”他带我去了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地方——游乐园。那一天，我们尽情地玩耍，我仿佛忘记了所有的等待和失落。从旋转木马到碰碰车，从飞天椅到过山车，大爷陪我玩遍了整个游乐园。那真的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。离开游乐园的那一刻，
大爷的表情变得异常严肃。他拉住我的手，看着我，眼眶微微泛红。小曼，他艰难地开口，我知道你很坚强，但有些事情我必须告诉你。我的心悬到了嗓子眼，预感到了不好的消息。他深吸了口气，你爸妈他们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车祸，他们现在已经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。我的世界突然崩塌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再也没有为自己过生日。后面大爷搬家去了国外，但偶尔会给我寄信件，告诉我他一切都好。一个老人，一个从未提及自己经营生意的老人，怎会留下这么多财产给我呢？这一切对我而言都是一个未解之谜。我思考着，然后手机铃声响了，张律师这3个字跳入眼帘。您好，我是张律师，关于你大爷的遗嘱。张律师语气沉稳，解释了一切。原来大爷的那小生意竟然是一家大型的珠宝公司。我脑海中浮现出大爷难得的笑容，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背后隐藏的巨大秘密。为什么是我？我尽量保持冷静。张律师似乎有些讶异于我的问题，但还是回答了我。你大爷在遗嘱中提到，他觉得你是他唯一认为值得信赖的人，他希望这笔钱能在你手里发光发热。那遗产的数目，我握紧手机，试图掩饰自己的紧张。5个亿，5个亿。我耳边仿佛回荡着这个数字，直到我放下电话，坐回沙发。我意识到这笔遗产虽然会为我打开新的大门。走廊中人声鼎沸，我走在法庭的走廊上，手里紧紧抓着大爷的遗嘱。我现在是亿万富翁了。突然，一群身着黑西装的人挡住了我的去路，他们表情严肃，其中一位就是我那医治前夫周云锦。他走到我面前，这么多遗产，你觉得我会眼睁睁地看着你拿走吗？他轻蔑地说，眼中闪烁着贪婪。遗产里肯定有我应得的，他的语气透露出挑衅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平复了心情。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凭什么认为自己还有权利？我瞪大了眼睛，目光坚定。他的声音愈发尖锐，不行，我们得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那你就试试看吧。他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果断。等着瞧，你一定会后悔的，他咬牙切齿地说。我微微一笑，后悔的一定是你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知道这一战不会轻松，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。我重金请了一个顶尖律师团队，毕竟我现在不缺钱。在富丽堂皇的律师事务所内，我坐在雄伟的书架前。与我相对的是一群年轻且锐利的律师，他们正一丝不苟地翻阅着桌面上的文件，尽显专业。所以，你们觉得我们该怎么做？我打破了沉默，询问道。一个中年律师调整了一下眼睛，看着我说道：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稳了，但其实漏洞百出。听到这，我微微一笑，那就动手吧。我想看到他们那傲慢的脸色变得惨白。年轻的律师翻开一份文件，手指点了点上面的某个数据。我们已经掌握了他们的关键业务资料，下一步怎么做？您说了算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开始行动。目标是周云锦的家族资产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秘密地开始收购周云锦家族的关键业务资产，每一个步骤都被计划得井井有条。在一个高级餐厅内，我正与律师团队庆祝收购的成功，回头正是周云锦，他的脸色如同冰霜，眼神充斥着怒火。他站起身来，指着我质问：你真的以为自己赢了吗？我放下酒杯，微笑道：事实摆在眼前，周先生。他冷冷地看着我：你真的以为这样就能打败我吗？
我淡定地对他笑：“你早就应该知道，不要轻视一个女人，尤其是一个继承5亿遗产的女人。”他冷哼一声：“还早得很，别高兴得太早。”我端起酒杯，向他敬了一个：“我会等着，看谁笑到最后。”一袋袋旧物堆积在我身边，我打算断舍离。我捧起那件已经忘了颜色的 T 恤，摇摇头。3年了，是时候让它走了。我喃喃自语，心里已经勾画出新衣的样子。正当我准备继续整理时，一个黑色的小盒子进入我的视线。我拿起来仔细一看，这是求婚录像带。我走到电视机旁，插入那部老旧的录像机，屏幕亮起，他那熟悉的笑容显现出来，手里拿着那个熠熠生辉的戒指，正在跪在我面前求婚。背后熟悉的友人都为我们欢呼鼓掌，每一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。那一天，阳光明媚，我们的爱如此热烈。画面突然闪烁，一片片乱码涌上屏幕。我急忙试着调整录像机，嘴角不自觉地下垂，心跳也加速了起来。我双手忙碌地摆弄着机器，我心跳的频率几乎与电脑解码的速度同步。电脑屏幕显示的解码进度条慢慢填满，我想知道这段视频到底藏了什么秘密。随着解码完成的提示音，我紧张地凝视屏幕。画面中是一个昏黄灯光打照的房间，大爷正气得全身颤抖，与周云锦对峙。“你不能这样对小曼！”大爷气喘吁吁地指着周云锦说。周云锦冷笑一声：“我为什么不能？你只要答应把钱给我，我就放手。”大爷愤怒地回应：“他是我的亲人，我不允许你这样利用他。”周云锦嘲讽地看着大爷：“你以为我娶她是真的喜欢她吗？我只是看上了你的钱。”大爷呼吸急促：“我怎么就看错了你？你这个恶魔！刚开始让你去照顾小曼，没成想竟是引狼入室。”周云锦冷笑：“从一开始你就没有看清楚。”我盯着屏幕，心中五味杂陈，这个男人竟然如此狠心。大爷突然软倒在地，面如白纸。周云锦则转身，想离开一件毫无价值的旧物。我的眼中雾气腾腾，是愤怒还是悲伤？我深呼吸，感到有些晕眩。我瞬间觉得自己像个傻瓜，轻易地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。这种背叛是如此深重，比刀子刺入心脏还要痛。在我还是个小屁孩的时候，家里经常空荡荡的，因为爸妈都在外地工作，为了家里的生计日夜奔波。他们每次离家都是半年甚至1年才回来一趟。那时候，我常常在家的角落里玩自己的玩具，偶尔还会自言自语，幻想爸妈突然回来，给我带了满满的礼物。每当我觉得特别孤独的时候，家门总会咯吱一声被推开，那必定是大爷来了。“咦，让我看看小曼在干嘛呢？”大爷会故作惊讶地问，脸上挂着和蔼的笑容。我飞快地跑向他，紧紧地抱住他的大腿。“大爷，你怎么又知道我在这？”大爷笑嘻嘻地指了指他的鼻子，这鼻子可灵了，嗅到了小曼的气息。“嗯哼，看看我口袋里有什么。”他总是神秘地对我说。我立马伸手去摸，总能摸到一些甜甜的糖果或者我喜欢的小玩意儿。每次他来，都像是给我那单调的生活带来了一丝色彩。无论我提出什么要求，玩什么游戏，他总是欣然同意，陪我度过一个又一个快乐的时光。如今回想起那段时光，真的很感谢大爷给我带来的那份温暖与陪伴。我按下了手机上的通话键，连接了周云锦的号码。几声铃响后，他接了电话，但还未等他说话，我已经愤怒地迎头痛斥：“周云锦，
你给我清楚地解释一下，这都是什么鬼？”电话那头，我似乎听到了他的轻微吸气声。他有些结巴地回应：“神什么事？你心里没数吗？你知道我大爷，也知道我大爷遗产的事情。”我的手指紧紧握住手机，几乎要把它捏碎。他略显慌张：“我不清楚你在说些什么。你还敢装？”我眼中满是愤怒。他的声音明显颤抖：“你说的是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别玩我！”我实在压抑不住内心的怒火。你所做的一切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他深呼吸一声，终于坦然面对：“好，我承认我知道，但我是被人利用，那不是真实的我。我悲从中来。你知道我大爷，也知道我大爷遗产的事情。”他急切地回应：“请你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。”我决绝地说：“一切交给警方。”挂断电话，我心如刀绞，看着窗外的夜景，泪眼朦胧。每天早晨，我都会留意那些熟悉又陌生的身影。无论是去超市、图书馆，还是到公园散步，总有种感觉，有人在暗中注视我。我开始尽量不走同一条路线，换不同的服装，甚至买了一顶大帽子和墨镜，试图掩盖自己的面容。手机震动打破了我的沉思，是律师打来的。“你最近有没有感觉有人跟踪你？”他语气紧张。我愣了一下：“怎么了？有人在查你的背景，而且动作很大。”我吞了吞口水：“为什么要查我？”“我不确定，但我怀疑与周云锦有关。”律师回答。从那之后，我开始更加小心。我在家中装上了最新的安防系统，告知邻居关于我的情况，并请了一名保镖与我一同外出。每晚，我都检查每扇窗、每扇门是否锁好，随时准备着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。今天一位朋友邀请我参加生日晚宴，我也好久没参加过这种场合了。我身着晚礼服，站在华丽的宴会厅中，试图把自己沉浸在悠扬的音乐和氛围中。周围是许多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，他们谈笑风生，仿佛世界上不存在任何问题。一位好久不见的朋友走了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你今天状态不错嘛？”我微微一笑：“谢谢，但我只是来这里放松一下。”正在此时，我的手机震动了起来，一看是我的律师打来的。我急忙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接了电话。“你现在在哪里？”律师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焦急。“我在一个晚宴上。”“怎么了？”我问。他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有人雇佣了杀手要对你不利，你必须马上离开那里。”我的心跳加速，眼前的景象突然变得模糊。我挂断电话，心跳得更加剧烈。今天想着是朋友聚会，就没喊保镖。我告诉自己，我不能在这里显得太过慌张。我走到朋友身边，淡淡地说：“我有点事，先走了。”朋友看着我的眼睛，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紧张。“你确定你没事吗？”我努力地微笑：“没事的，我们后会有期。”走出宴会厅的那一刻，我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压抑。车灯、人群、音乐声在我的耳边回荡，但我的心被一个念头完全占据：我到底陷入了一个怎样的境地？市区的一个仓库显得特别幽深，仅有的几盏灯泡在微风中不稳地闪烁，照亮了一些零散的货物和尘土飞扬的地面。从远处能听到市区的车水马龙，但这里却是一片死寂。我已经躲在暗处很久了，心跳得很快。整个仓库里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。我布置的圈套就在不远的地方，现在只待那个杀手上钩。过了许久，一个黑影悄悄地出现在门口，我尽量屏住呼吸，
观察他的每一个动作。他走得很是小心，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。正当他快要触碰到我的圈套时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转身朝我躲藏的方向望去。是谁？他疑惑地问。我知道计划失败了，没时间多想，立刻从暗处冲出，试图逃跑。他立刻追了上来，我们在仓库里展开了激烈的追逐。就在我感到绝望的时候，仓库的门被破门而入，一群警官涌了进来，将杀手制服在地。你没事吧？一个警官走过来关心地问。我摇摇头，还好，谢谢你们。当警官将杀手带走的时候，我看到周云锦被另一群警官戴着手铐从仓库的另一边被带走。他的脸色苍白，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愧疚。我站在那里，看着他渐行渐远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周云锦站起身，面对着前方的法官和陪审团。他的脸上并没有流露出任何的恐惧或慌乱，反而显得异常的冷静。尊敬的法官，陪审团的各位，他清晰地说，所有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。随后，他开始一一为自己进行辩护，但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妻子的挑衅和讽刺。法庭的观众开始骚动，有的叹气，有的低语交谈，仿佛都对这场审判失去了耐心。我则坐在那里，毫无表情地看着他，心中已无任何波动。时间仿佛过得特别慢，就在我认为自己快要被这无尽的辩论逼疯时，法官突然敲响了法锤。根据目前的证据和陈述，法官沉着脸说，本法庭认为被告涉嫌故意杀人及恐吓罪。周云锦的脸上终于流露出一丝震惊，而我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随后转身离去，决定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。在我独居的日子里，每天的生活都显得尤为宁静。突然，我的门铃响了。我并没有预期会有访客。当我看到门外摄像头显示的婆婆和公公时，心情烦躁。犹豫了片刻，我还是决定开门。他们看上去焦急且有些憔悴，特别是婆婆，眼圈红红的。小曼，我们知道她错了，但你可以再给她一次机会吗？婆婆哽咽着说。公公也跟着说，他在监狱里每天都在反思，真的很后悔。他真的知错了，他很想家。我缓缓摇了摇头，再次被那段痛苦的记忆困扰。他的所作所为是我无法接受和原谅的，这是他应得的。你们如果不想和他一样，就赶紧离开。婆婆流下了泪，我们只是不希望看到这个家就这样破碎。我看着他们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这一切他选择了。说完，我缓缓关上了门。站在屋内，心情沉重，我又回到沙发上，眼眸中满载过往，却决定向前看，寻找自己的心声。法院判决孩子归我抚养。我原以为事情会到此为止，没想到婆婆和公公又找上门来。那天晚上，我听到了外面窸窸窣窣的声音，不敢置信，我悄悄地打开卧室门，竟然看到公公偷偷摸向孩子的卧室，而婆婆则像个放哨的，左右张望。我的心像被火烧着，我简直不能相信他们的胆大妄为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猛地打开门，语气如寒冬般刺骨。婆婆似被电击般，脚下一个踉跄，尖声道：我们只是想见见孩子。见孩子？我冷冷地瞪着他，还装？你们以为我会被你们蒙在鼓里？公公的脸像被抽干血一样苍白，他紧紧拉住婆婆，好像在寻找安慰。今晚你们可别想溜走！我迅疾地拨打了报警电话。不一会儿，警笛声划破了这寂静的夜。2名警官走了进来，
把情况了解清楚后，他们便将那对老人铐走。我站在门前，看着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。现在他们也要去监狱，和我那个可怜的前夫团聚了。我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心想：果然，一窝的鸟总是飞得不远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